你知道吗？人有八字，决定人一年运势的，同样有8个字，这8个字出自《易经》，天时上全部要追溯到正月，以正月为源头和根基。对人最美好的祝愿是什么？身体健康，事业有成。此8字关系的正是这2点，这便是三阳开泰，元亨利贞，里面满满是老祖宗观天法地以指引人世的大智慧，诉说着一年从头极的妙地。很多人都知道三阳开泰，却不知道这个成语出自《易经》，并与正月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。三阳开泰，何为三阳？按照《易经》对天时节气的解释，冬至是1阳生，腊月是2阳生，正月则正是3阳生，表示的是阴气趋向于衰竭，而阳气趋向于鼎盛。大地上是冬去春来，万物复苏，开始走向欣欣向荣。什么又是开泰？出自《易经》的泰卦，此卦的组合是上面3阴爻，下面3阳爻，乾在下，坤在上，意象为天在下，地在上，呈现出一种阴阳势力均等，阳气上升，阴气下沉，而天地相交，乾坤相合的趋势和气象。系辞上所谓生生之谓义，三阳开启的就是一条生生不息之路，展现出其中的次第变化历程。系辞下所谓天地氤氲，万物化纯，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。开泰中的阴阳平衡与沟通，则是万物生发的内在动力。所以三阳开泰所表达的，正是一种亨通和顺利。三阳开泰的核心是阳，是阳气主宰了这个过程。人体是一个小宇宙，只有与天时的阴阳之气同步，才能健康。所以中医上也有人体的三阳开泰的说法，也要靠1阳到3阳这样逐步生发阳气的过程，实现身体的康健。如何生发？就是3点：动则生阳，善能生阳，喜能生阳，一动则生阳。《吕氏春秋》中说，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流动的水不会发臭，常转的门轴不会遭虫蛀。三国神医华佗五禽戏也说，动摇则骨气消，血脉流通，病不得生。人只要多动一动，那么就气血流通，百病不生。所以动是生命力的真正来源，动对应的正是阳，动变生阳气，这是现代人所最忽视和匮乏的一点。上班时坐在办公室里，出门就坐车，回家又坐着看电视，玩电脑，玩手机，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坐着的。不动则阳气不得生发，气血就瘀滞了，长此以往，身体怎能不病呢？新的一年，要想身体健康，就要让身体动起来。2善能生阳，《太上感应篇》说人有3善：语善、事善、行善。语善就是多说好话和正面的话，鼓励人，激励人，温暖人。
古人说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，讲的就是与善能生阳的道理。比如对孩子，成绩不理想要多鼓励，犯了错误要多引导，不到不得已时不要批评和喝骂，如此孩子才能持续建立自己的信心，阳气得到持续的生发，身心都得到正面平衡的发展。事善就是多去看美好的事物，山水可以养心，美物可以怡情，美好的事物可以将人的身心导向正面，阳气因此得到生发。孔子说非礼勿视，礼又是为了什么？论语中说礼之用，和为贵？眼睛多去看美好，身心才能和，人际才能和，世间才能和，而和气即是人间的阳气。行善就是多做好事。所谓正能量，最有力的正能量就是来自做善事，这最是一股劲道的阳气。人帮助了别人，被别人帮助，看到人们互相帮助，心里会感觉暖暖的，就是这阳气生发的体现。礼记曰：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与善，事善，行善，可不仅仅只是道德人品，那种对人心的温暖，对阳气的生发，也是能够延年祛病的。三喜则生阳，古人说喜则阳气生，这是一种生活智慧。多读些喜欢的书，多做些喜欢的事，多见些喜欢的人，就是在生发阳气。只生欢喜不生愁的人，在古代被称为神仙。喜是人生的一种大境界，能够保持一颗欢喜心，对身体的滋养比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管用。每个人都想把握命运，每个人都想改变命运，如何做到呢？阳气如果旺盛，不仅不会受到病邪侵害，还能使人精神平和愉悦，于是就为心想事成打下了良好的底子。所以生发阳气正是一种改造命运的好方法。在古代，元月是古人对正月的称呼，元是一元复始，元月就是一元复始，辞旧迎新的月份。元之于人，便如初心，这是人之本。易经64卦的第一卦便是刚健之极的乾卦，乾卦的卦辞则是元亨利贞，意为开始、亨通、吉利、贞固。这又告诉我们，人要有一个刚健昂扬的开始，才会有一个亨通的过程，一个吉利的结果，一种贞固的保持。何止？便是保持初心，刚健有为，则无论过程，结果还是未来，就都会趋向于吉利。这正是万事从头极的真谛所在。但人往往做不到兼顾和圆融两者，要么守得住初心，却愤愤于世俗而不能奋发有为，要么在作为之中忘了初心，而走上不择手段的歧路。能不能把握好两者，决定了能否元亨利贞，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。易经乾卦的卦辞乾、元、亨、利、贞，这4个字不是一口气就把它读完，而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读。元、亨、
立、真4个字，每个字都有独立的含义，也就是说乾卦是圆的、亨的、利的、真的4个现象。当初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，周文王就用他智慧的沉思来做《易经》的注解。圆、亨、利、真就是他对乾卦的研究心得。那么圆、亨、利、真4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关于乾卦卦辞源、亨、利、真智慧的4种解读，从对圆、亨、利、真的概念解读到运用圆、亨、利、真的智慧去处理社会关系，带你领会乾卦卦辞源、亨、利、真背后的深邃哲理。一、圆、亨、利、真，自然的秘密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乾为健，乾卦取天之象，健是天的特性，君子应当效仿天行健的特性，自强不息，永不停歇。从自然现象来看，圆、亨、利、真就是春夏秋冬的交叠更替，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。任何生命都要经历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过程。圆、原始的意思，代表春天。春天，万物开始发芽，开始生长，因此春是生发的季节。是圆、亨，是亨通的意思。夏天，万物成长起来了，变得茂盛，亨通畅达起来了。秋天开始有收获，叫做利。利字就像一把刀，在割成熟的农作物。冬天要把收割来的东西藏起来，第2年才会有新的种子。如果冬天把收回来的东西全都吃光，连种子都没了，来年春天靠什么去播种？因此冬天叫做真，真夏起源，春天又要来了，生命又要进行一次新的轮回。因此圆、亨、利、真配以春夏秋冬4季交叠更替，生命循环往复。这是元亨利贞投射到自然中的一种现象。那么投射到人生成长里，又会是怎样的一种解释呢？2、元、亨、利、贞，人生成长的智慧。如果把元、亨、利、贞配以人生，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慎实、亨通、和谐、守贞、真夏起源、灵夭、慎始、谋定而后动。一个朝代开始的第1年叫元年，一年的开始叫元旦。中国人造出来的最古老的神叫元始天尊。元，开始的意思，告诫我们做事要慎始。慎始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随便开始去做任何事情，要事先盘算。我们都知道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谋定而后动。如果没有谋定就动了，怎么会有良好的开始呢？元，并不是我们草率地认为开始就是良好的，
开始之前要有一段准备时间，要找合适的人，大家盘算盘算，计划计划，去测试测试，才能开始，才会有好的开端。02亨通，固本培元，才会亨通。亨通的意思，亨是从源来的，没有甚时怎么可能通达呢？随随便便开始，最后肯定是一塌糊涂。缘能不能想，关键看我们缘做得好不好。固本培元，把缘做好，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03和谐，获得的利益要正当合理，公平分享。亨通以后就会获利，但利益不是利益，不是利润，也不是好处的意思。孔子《文言传》里说：利者，义之和也。利就是和谐的意思，是指获得的利益要公平的分享，要合理公正，才会和谐。乾卦利天之象，我们从天的运行中就可以体会到，天是大公无私的，但天是公正，并不是公平。天公正无私，这个地方下雨，那个地方就干旱，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雨露均沾。所以我们人在获得利益后，要公正无私的分享，并不是说要公平的与人分享。为富要忍，人有了财富之后，还要帮助社会，懂得这个道理，自然就和谐了。04守贞，真下起源，有个更好的开始。真是一切的关键，是一个人不可随意改变的根本。如贞操，很多人听到贞操一词会觉得很传统，在古时，贞就是贞操的意思。贞操就是固正的操守，固就是很牢固，很正，永远一个样，不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。老天就是在检验我们真不真，真了就真下起源，有个更好的开始。从下卦进入上卦，不真，下卦就完了，根本没机会走到上卦。缘利真4个字就把人生成长的智慧讲透了。人一定要慎重开始，只有慎始才能够亨通，亨通后便会获利，但我们获得的利益要正当合理，名利双收后，我们也正直，要守贞，坚守做人固定的操守，不能一时得意，走偏了。3缘利贞，君子4德，除了以上2种对缘，利贞的解释，《文言传》中孔子解释缘利贞为君子4德，说缘者，善之长也；亨者，家之惠也；利者，义之和也；贞者，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人足以常人，家惠足以合理，利物足以合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君子行此4德者，故曰乾元利贞。孔子把缘利真是做一个君子为人处事要行的4德。那我们如何运用缘利
真来处理社会关系呢？灵妖，元者，善之长也。元，开始的意思。如人一出生的那口元气，一口气上不来，有再大的本事都没有用。可见元气是很重要的。元者，善之长，君子体人足以常人。元始在人于人，一个人要人，一开始就要凭良心，要堂堂正正，才叫做元，才会亨通畅达。反之，一个人没良心，有再大的本事也都没有用。德行定终生，道德良好才是一个人成为一个君子的基础。灵二，亨者，家之惠也。家就是美的意思，惠是聚集的意思。亨者，家之惠也。大家在一起互相照顾，互相帮忙，彼此尊重，自然就会亨通。亨者，家之惠也。也告诉我们，天底下有各式各样的东西，我们要互通有无，货物要流通，钱财要流通，不能囤积居奇。任何东西自己一个人独吞，那样就不会亨通，就会开始争夺了。灵三，利者，义之和也。义的意思就是适合不适合，适宜不适宜，合理不合理。义能够很合理，大家就比较和谐。利是老天对我们最大的考验。一个人赚钱并不可耻，赚钱是可爱的，但比赚钱更重要的是怎么用钱。会用钱才是智慧。所以一个人有钱了，一定要想办法去跟大家分享，去照顾那些比较穷困的人。一个人把资源都囊括到自己家里面来，利就不能和，大家就不能和谐了。灵四，真者，事之干也。礼关不破，则得失精之。想要经受住礼关，民关重重考验，保持恒久的正直，真就成为重要一德。真者，事之干也。也就是说，经得起力的考验的人就叫真。真就是一个人赚了钱，还能规规矩矩，不要因为财大气粗，得意忘了形。钱财是工具，不是目的，目的要看正不正。所以我们一直讲做人要正直，而且要持久。正直1分钟，正直1天，正直3年都没什么用。一个人行的正，好似荷花出泥而不染，不管环境如何变化，它都不被社会的染缸污染。但正直不是说一个人一丝不苟，样样都很守规矩。道德经里讲，曲则全，枉则直。君子为人处事要致远行方，曲中求直。真就是告诉我们自己很正直，但是也会替别人着想，会外圆内方。举个例子，很多人认为有话要直说，不拐弯抹角的人很正直，但一个人说话不管别人有什么反应，那不叫正直，叫目中无人。中国人一听直话就火大，就听不进去。作为君子行事，不妨稍微婉转一点，转个弯，对方就能听进去了，就有效了，就安全了。远，利，真，君子4德，
只有正确理解每个字为微妙含义，才能像君子一样坦荡荡。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适时调整，凡事不会太满，都会做得游刃有余。4、圆、亨、利、贞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如果把圆、亨、利、针对应儒家五常，那就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灵、妖、圆就是人。种子好，长出来的东西就好；种子不行，再怎么努力耕耘，还是不行。选种很重要，好比一个人，人心很重要。有了人心，才会去照顾关心其他人，然后办事就会很顺利，很亨通。所以说，圆就是人心，是一开始要重视的那个圆。02、亨就是一根理，一个人有理有节，处处都合理，就很亨通。理是一般人能看得见的，做人要有礼貌，做事情要重视礼节，礼要有节制。而义及合理不合理，只能是心中有数，外面看不见。孔子说，不知礼，无以立。一个人只要不学礼，就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，什么事情都办不通。03、利就是智。利益当前的时候，我们要用理智来判断该要不该要，能要不能要，要了以后能不能无救。如果不能理智判断，要到不该要的时候，自己的心就开始不安了。晚上睡不好，白天脸色不对，眼睛也没有光亮，看到人就好像怕人家看见一样，就低头。可见这种要到最后都是后悔的。04、真就是信。人家对你信不信，就是看你正不正。你正，就算他觉得不公平，也觉得你有你的道理，也还是会拥护你。你不正，就算你对人家再好，人家都会怀疑你是不是又要利用他做什么事情，他会怕，会躲得远远的。所以信就是我们自己给人家的印象正不正。所以从真中我们就能读懂，圆、亨、利是自然给的，只有真是人为的。人跟动物的不同就在真与不真。一个人最了不起的不是控制别人，不是教导别人，而是发挥自己的影响力。而影响力的发挥是不分身份地位的。任何一个人只要行得正，只要得到大家的信任，都可以发挥相当的影响力。圆、亨、利、真4个字虽简短，但智慧无穷大。它不仅仅是天之四性，德之四时，更蕴含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和规律。读懂这4个字，你会更好地理解乾卦的精髓。同时，圆、亨、利、贞说的也是人生发展的4个阶段。圆就是不忘初心，欲进取有为的最好开始。亨就是自我成长，事业发展的时期。利就是人格成熟和事业成就的时期。真就是人格操守保持和守住自己基业的时期。这个过程如何实现呢？答案恰恰就在乾卦的6爻里。从潜龙勿用，
现龙在田，终日前乾，火月在渊，飞龙在天到亢龙有悔。告诉我们的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：一辰前，当自己还弱小时，就要把心思用在修炼自己、积攒本事上；二现身，有多大的本事就做多大的事，贵在积极去历练自己，忌在太着急；三勤俭，勤奋不懈是成长的最好动力，谨慎小心是不栽跟头的最大保障；四待月，本事到了时机还没完全到，步子就要慢一些，没必要在这一步吃亏；五飞天，时机一到，紧紧抓住，便是一飞冲天；六不亢，物极必反，成极则衰。要想保持长久，就要能知进退，不骄不躁。天道既满，人当收敛。前三步就是发展的过程，第四、五步就是收获的阶段，第六步就是守成的办法。按部就班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才能平稳稳当。而一切都要从不忘初心，昂扬上路开始。特别是在年初一这个最特别的日子，易经说正月，一年从头吉，身体健康，才有前行的力气；不忘初心，才能留住人生的意义；奋发有为，才能诠释活着的价值。新的一年已经开始，前面就是春暖花开的日子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元亨利贞。愿你在正月里迎来好的开端，从头旺上一整年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